OK， 今天我们录制一个教学指标，它呢主要是 Vegas。那么前面呢我们有对 Vegas 的一些讲解，但是没有那么细致。那么今天我们对 Vegas 隧道交易法的一个讲解呢做几大分类，然后把它细节化，然后呢每一个步骤讲得非常清楚，它的入场、出场以及其他方方面面以及它的要求，然后细节等等所有东西做一个详细的讲解。首先 Vegas 通道呢，它是一个趋势指标，它是一个指标，它是由5条 EMI 均线组成的。那么 EMI 呢又称为移动平滑平均线，那么它的平滑度更高，比 MI 的平滑度更高。然后呢它是介于 MI 和 SMI 之间，那么它呢更贴近于 K 线，然后更好用。那么这个 EMA 然后组成的 Vega 通道呢，是由一个基金经理维加斯本人创作。那么这一套顺势的交易指标呢，已经被市场验证过，它的有效性也非常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讲一点点它的一些理论知识，然后后面呢，我们在实战当中去讲它的细节，然后把整套交易法，然后讲得非常明白。OK， 那么 EMI 呢，总共5条线，由12、144、169、576、676组成。那么 EMI 12主要的作用是用于过滤线，它是一个过滤真假信号的一个凭证。然后呢EMI 是144和169组成的一条隧道，这条隧道呢，它是主要应对于中小周期的一个趋势判断以及我们的入场凭证。那么 EMI 576和676大周期通道用于判断趋势。我们说顺势而为的原理呢，我们先打开5条通道。那么就目前我们以以太坊为例，我们切换到一个12小时的图表大家会看得非常清楚那么什么叫顺势？也就是在多头当中144在169之上，576在676之上。那在空头当中呢，就反过来，那么大周期通道一定在上方，这是676，这是576，这是169，这是144，而且过滤线也应该在这上面。那么它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并排的不相交的一种状态。那么我们认为呢，趋势是顺势的，那么它是一个空头。那就当前的图表来看，它就是一个多头。那你看我们的入场是如何入场的？首先我们以12小时图表当前的图表当中来看呢，它是摸到了本周期12小时 Vegas 的144和169的通道。那么我们有几个要素。首先呢，通道必须是顺势的，而且呢过滤线是不能触碰这个通道的，尤其像144这条线它是不能触碰的，它们是分离状态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你可以插针插破通道，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插针插破，但是实体破下来那就不行，那就不可以。 OK， 首先第一个，它入场摸到通道，然后 K 线收线收在这个144这个过滤线 EMI 12之上，那收盘价就是你的入场价，这就是收盘价，就是你的入场价。那你止损放哪？就是回踩的摸到通道的低点，那就是这个点，这个点就是你止损。那么做进去以后呢，如何去止盈？如何止盈？那么以趋势跟踪的方式止盈的话，那么就一直你看上涨回调继续涨。那从最早的你看你刚刚的止损在这儿，那么上移到第二次摸到通道，然后收高，看到没？这收高了，你就移到这儿了，这儿又形成收高，移到这儿了。那从最早的止损2087
顺势在演变过程当中上移到2240，那么一直往上走。那什么时候怎么出场？趋势跟踪出场法，同周期内12小时同周期内，因为你的入场是12小时周期，所以说你出场以趋势跟踪的方式来出场的话，那也就是12小时的通道段。什么时候段？当 K 线从这儿扎破这儿，收线在通道下边，那就出场这就是出场，这个点就是你出场的位置。那这单纯对 Vega 通道有一个使用的方式那么 Vega 通道它呢也是分为两种入场方式，在我们整套交易系统当中呢，我们也有两种入场的方式，哪两种？一种是左侧交易，一种是右侧交易。那在 Vega 通道当中的左侧交易呢，是需要被验证过。什么意思？就按当前的图表为例，你看第一次摸到12小时本周期的通道形成收高，延续了多头。那很多人是不是没在这个地方入场？那么他会选择在第二次摸到通道以后收高入场。OK， 那第二次摸到通道呢，证明本通道有效，本通道有效。那么它是一个被验证过的通道，也就是这个通道呢形成了收高，并且即沿袭多头。那么这儿就直接可以摸到通道以后收线直接入场。那么你的止损，你以左侧入场的止损还是要放到前面的这个这个 Vega 的通道摸到的通道这儿，你在这儿入场，那你的止损应该放在这儿。那么什么时候把止损上移？也就是这个地方再次摸到通道的右侧交易入场的那些，他们是等K 线收到了过滤线之上，那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止损放在前方的回踩低点，比如说放在这个地方，那你呢就从这儿收线以后顺势将止损移上来。那么这就是 Vegas 非常简单的一个入场。那么刚刚讲过左侧右侧，那么回头再看我们往回翻，然后去给大家找找实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是不是产生通道上面的空头？你看这整一段它都是空头结构。你看顺势，什么叫顺势？大周期空头，小周期也是空头。那在介于这种情况怎么办？那我们肯定是做空，而不是去做多，因为 EMA Vega 通道它是一个顺势指标，我们是顺势而为，所以说是找卖点做空找卖点做空。那如何去找？咱们切掉一部分 K 线，给大家演示一下。做空，我们打开日线，你看你会发现首先在这个地方摸到了通道，并且呢过滤线也没有触碰到通道，那么收线也收在了过滤线之下。你看收线，这根 K 线收线，那你的入场点就应该在这儿，你的入场点就是这一根收线的1834，那你的止损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摸到通道的回踩低点2029.98。那么什么时候离场？入场以后什么时候离场？那就一时持续。那有离场分为趋势跟踪离场，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同周期做减持的离场，也就是破低点，那么也就是前低。那比如说这个点，那你要做落袋或者是减持，对吧？这就是同周期入场去做离场的一种方式。那么趋势跟踪刚刚没讲过，我们看 K 线如果你是趋势跟踪，那你看这儿第二次摸到通道是不是被验证过？可不可以做？可以可以。那你看，那么你刚刚的止损在这儿，
那是不是这儿再次摸到通道形成收低以后，你的止损应该下移？如果以趋势跟踪的方式来做的话，你从最早的2030左右的一个止损价下移到了1677，然后继续跟踪。那什么时候离场？也是通道日线的通道断了你就离场，没有断就一直跟随。那么这就是趋势跟踪的好处，那么就能实现大赚。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每一种选择，你看这儿你是不是就你一看到它跌破通道，那这1450就应该离场了，1450就应该离场，也就是你的入场价1834.14，那你的离场如果以趋势跟踪的方式来离场的话，1450就是你的离场的位置。那么这就是对于 Vegas 通道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演练，不管你是多做空做多，那所有的方式我们分为2种方式去做。那第一个就是同周期减持，然后如何入场，它的条件是什么？那么我们在这儿呢多一个话题，也就是说这儿被扎破了，那就代表本段日线级别的通道是断了。那么比如说我们在小周期当中，我们可以切换到更大的周期去看。那么比如说以2小时为例以当前我们把 K 线放出来，那你会发现，如果你来我们切个4小时切个4小时。那你看，我们再回到前面这儿应该是刚刚触及通道。然后还有一种情况，这儿多加一句话，如果这种 K 线刚刚摸到这个过滤线144，它没有扎到通道里面，这种算不算？不算的，一定要进入通道。你看这儿进入通道了吗？这就是进入通道了，这也是进入通道。那有一种情况就是没有进入通道，那么是因为周期大，你可以切换到更小的周期，对吧？你会切换到更小的周期。那么这种情况算不算？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它在你看，尤其是这种情况，那比如说这儿确实也是摸到通道，它没有，比如说这没有扎破，但这个过滤线摸到通道了，收高了，算不算？不算的。我们讲过它条件，过滤线和通道应该是什么？分离状态，不能触碰，不能触及。你看这儿第一次摸到通道，然后在这儿收高的，那么你看刚刚我们讲过，你看就这种摸到了通道，对吧？摸到了通道线，那这种算不算？不算的你看第二次又给到通道，然后形成收高，今天也收高的，那么这儿有收高，这儿能不能做？能做。那所以说你去跟踪如果你是按照小周期去做的你一定要做同周期减持，这是选择问题同周期减持然后博弈。那通道失效你就离场。那在大周期当中，像日线这种级别，那我觉得可以用趋势跟踪的方式。好，其他的就没有啥其实 Vega 的通道它非常简单，它无非就一个指标的用法怎么用非常简单。那我们呢，为什么增加了在我们的整套交易系统增加了结构基础结构的结构形态和反转结构以及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们总共有16个板块，16个知识点，那么就是来弥补了 Vegas 本身的一些不足的地方OK， 那么今天我们对 Vegas 应该是讲的非常明白。那么有不懂的问题可以私信我或者是评论区留言。
然后我看到我会解答，谢谢大家啊。